在日本，富人和穷人分别过着怎样的生活？富人超市一颗蜜花900人民币，穷人住着廉价旅馆，天天泡面配啤酒。讲真，有点扎心。富的岳父，穷的南方生。在东京，周末住宿极其的高，我无奈选择了洗浴中心和网吧，一起看看体验如何。作为亚洲第一城的东京，你们是否会好奇它的贫富差距是什么样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今天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日本东京的贫富差距。首先呢，今天我们先要去到日本的一个富人区，明天我们将去往日本东京的平民区。我们来对比一下，在亚洲第一城是否存在贫富差距。先到711每杯咖啡，711这个冰杯啊，它其实是咖啡的价格。首先我们要来的地方是表参道。 表参道是啥地方呢？它就是日本东京的富人们都经常过来逛街买东西这样的一个地方，消费的地方。这边云集了大量的奢侈品品牌，还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非常好看的建筑。它这里的奢侈品品牌的店呢都巨大，都是一栋楼。这个 Max Mara 是什么品牌？旁边这个我看得懂，劳力士 Burberry 哦。 这个路边的供行人休息的椅子，它修成这个样子，那这样子就可以有好多人，甚至于高矮不同的人都可以休息了。说实话，这个区域啊，来了就能够感受到繁华大都市的那种感觉了。LV 门口在排队呢，这一整条街从那边过来，这一整条街都是奢侈品品牌，爱马仕。 走在这条街上，有种非常魔幻的感觉，好像是自己都能买得起的样子。所有你能想到的、认识的品牌都有，当然也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拐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来，日本的盲盒一个1430日元，也就是70人民币，跟咱们国内差不多。但是这个真的好好看哦。 哇塞，好精致哦！但是我看它的产地是广东，我发现正经的地方就是卖的有点正经，不像秋叶原都是卖一些难以描述的东西。古着买取，这个古着是不是二手衣服的意思啊？这个大衣贵一点，大概是几百到1000多。哇，这个还是 Burberry 的呢 ，Burberry 的一个。 1000块钱，看这都有动物咖啡馆，它这里的动物不局限于猫狗，而且有一些刺猬啊什么的。这个是什么动物我也不知道。哇，太可爱了吧！它这里啊，一个人一杯咖啡加上入场费是1600，而且我跟你们说哦，买了一杯咖啡只有半个小时的参观时间，进来了之后呢就可以。 拍摄他们了，好激动啊，好激动！然后你也可以买一些食物喂他们。哦 ，3 years old， 哦，吃鱼呢。Hi Blue, Blue is a 5 years old boy. 哇 Hi potato, tomato. So cute. Very cute. Hi Blue. 哦，哇，他们这个活动量可真不少，不停的在跑来跑去的，还要游一会儿泳，然后再跑来跑去的，You can put just a head. Head? Yeah. Okay. I'm afraid. It's okay? No worries. 哦，哇，好可爱哦！哦，so cute。它这个饮料就是自动贩卖机的，这个成本估计就2块钱吧。要来个奶茶。 好甜，爆喝！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署哦，也怪可爱的，门口站了2个 Q 版的警察。这猫猫长得就毛色，真可爱。
这一只是55万日元，27500，好贵呀！这么贵呀！看看这些鸡塔，23万日元。这条街逛的人比较多，它这里是属于一个类似于消费级的奢侈品，就是大多数人能买得了的。哇塞，我前面看到了一个非常炫酷的一个楼，它这都是由菱形的镜片组成的，上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哇哦，哇哦，这有点酷炫。不得不说啊，小日本有些地方的设计还是挺有新意的。富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在日本东京叫田园调布，还蛮有诗意的名字。这里离东京的主城区还有一段小距离呢。它这一个苹果是600日元，我们的粑粑干420，20块钱一个，牛油果15块钱一个，哇，这个芒果要30块钱一个。我们这个什么叫贵妃芒，他们这边卖60块钱一个。啊，太贵了，朋友们，一个芒果要60人民币，在国内可以买1箱吧。我觉得全世界富人区都一个模样，都是别墅，而且都是相对安静的地方，然后都是非常干净。我觉得我去过的富人区里面，就是别墅大到让我惊讶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翻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富人区的视频，就是让我非常惊讶，一个别墅可以像一个城堡那样。我是问 AI 的 ，AI 告诉我的。要看日本家里富不富啊，得看它种了多少树。这些树木的维护啊，都是需要人工的，而日本的人工的费用是很高的。你们看，它这个是修的圆润润的，那这个树修的，其实我感觉这个地方除了更安静一点，跟东京的其他地方也没啥两样，就是安静的一个居民区。看看他们开的车。雷克萨斯、奔驰，这个车我不认得了，大家打在评论区。真的好安静这里啊，就是富人都喜欢住在安静的地方。可能在东京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能有一个别墅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吧。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像走进叮当猫的家，特别有那种日本动画片里面那种感觉。还是奔驰车，他们真的这么喜欢奔驰啊？你们知道吗？在东京很多地方啊，都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 Q 版的车，但是在这边就能看到，比较正常的，而且基本都是奔驰、宝马这样的车呀。这个路好好看哦，真的好像动画片里面。这是在上体育课啊，这前面看起来又是一个大户人家。还有一个小花园，奔驰车，他们有钱人都不买自己日常的车。好像是琵琶，现在已经结果了。这是一个正在拆除的房子，日本的拆除费挺高的，200万日元拆除费。这辆车是雷克萨斯，他们真的不太喜欢自己本国的车。我今天才知道，日本的狗还挺贵的。然后日本小学生放学，他们都自己走路回去，因为这个国家足够的安全。日本女学生，这幅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跟同班的同学一起走路回去。这里的停车费好贵啊！白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是大概折合人民币100块钱。如果是按计时的话，20分钟是10块钱左右。20分钟10块钱的停车费，哇塞！来日本怎么着也得整一个和牛放题吧？安排。你们还记得我在富士山的那天晚上想吃和牛放题没有吃到吗？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吃一顿。I'm so sorry, ma'am. I'm sorry,
sorry because I'm not confirmed first, but with the table for one now we're not available. I'm so sorry, but today Today yes, no. Yes. Put the 哦 table for one. We cannot put the one people. No. It's too big. 哦 Yeah. 不妙，一个人不让我吃。我再找一家，如果还是不了的话，我就去吃吉野家。不行了，朋友们，我刚才问了这家，一个人还是吃不了。我终于找得到这一家，但是它不是吃自助的。然后这一份套餐是2800日元，生菜是500多吧，590。这一杯橙汁是390，不吃到烤肉我不甘心啊。日本的酱汁都是比较偏清淡的。刚才尝了一下，这个是柠檬汁，很纯的柠檬汁，加点盐，好像有点多了。我们来开动了，太不容易了。我也不想找了，它其实这家的价格它是有点高了，我也不想找了。这一片烤得比较完美，终于吃上了这一口烤肉了。先来吃一个原味的，这个是牛肚子肉。好吃。沾个酱。它这块是肥的，吃进去油脂在嘴巴里面爆开，又不是很腻。包生菜。最后一块，最后买单194元，脑瓜疼。关键是偷偷告诉你们，我没吃饱呢。每次来涩谷，我都觉得仿佛整个东京的人都来了。你们看看，日本的上班族看起来都是一副很累的样子。听说在日本超市都有等级的划分，从富人去的到穷人去的，一共都分为好几个等级。那么现在呢，我们将去看一下日本最顶级的一个超市，我们也会去逛一下日本的平民超市，然后我们看一下在日本富人去的超市和平民去的超市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要乘坐电车去到土豪超市，它在新宿。纪伊国屋到了啊！前面这里就是生鲜区，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是25元人民币，500日元。诶，这个番茄不大不小，34人民币，6个番茄。这一箱番茄100多，在其他地方只有100-200日元，在这里要卖到200、300、400。但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里的蔬菜的品质要好很多。小根的玉米一根是399，就是20块钱一根。蔬菜的价格已经吓到我了，来我们看看水果。这我没看错吧？价格是1万多，500块钱，这一盒4000多日元。我拿都不敢拿，碰都不敢碰。这一串要500多呀，朋友们。国内多少钱啊？国内可能只要20块钱吧。我算是真的见识到了几百块钱一串的葡萄。说这种葡萄贵也就罢了，这种葡萄也是400多，将近500块钱。它这边有写到他们是运用一些什么高端技术农法栽培高品质，75块钱是这样的一盒。跟你们说，好的桃子在日本卖的是非常贵的。你们看这2颗桃子。哇塞，150人民币，吓得我回国之后肯定赶紧吃桃子去。这在我们国内特别普通吧，但是这一份要卖到100块钱人民币，2160日元。然后这个西瓜只有我的手掌大，这个西瓜2700日元，130块钱。蜜瓜一个100人民币，2160日元。枇杷肯定贵了，这一盒价格是3780日元。天哪，180块钱就1、2、3、4、5、6、7个枇杷。像这种樱桃在我们山东应该是很多的啊，在我们山东特别便宜，但是它这里要卖到
3780日元，也就是折合人民币的也是180。哎，今天算是开眼了。这里面的水果我一个都不想买，3个苹果卖80块钱，7560日元的一个蜜瓜，这个是静冈现场，高贵芳香浓厚，魅力，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将近快400块钱。哎，这个才是王炸，上面都绑着个蝴蝶结，18000一个蜜瓜，900块钱一个蜜瓜。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想到水果可以卖这么贵。这芒果还超级贵，这还是打了特价，原价是6000多日元，打了一下特价3240，150人民币左右，3个芒果。在我们海南很多哦，我在出国之前我还看到卖这个芒果一箱40几块钱吧，在日本我竟然看到200块钱一个。而且还是打了特价，原价是400块钱一个。这边所有的水果都叫吃不起。这个芒果就是泰国那边的头尖尖的这种芒果，这芒果特好吃。但是在日本它卖1296日元，就是60块钱一个。在泰国好像是4块钱一个。3个大颗的无花果，100多块钱。相比起水果来讲，这些刺身就显得特别便宜了啊！你看这一小块三文鱼600多，就是30块人民币，还行哦。那个甜虾是25块钱一盒。在被水果惊掉了下巴之后，看到这些海鲜，突然间觉得海鲜好便宜哦。他们这儿的海鲜就真的没有那么夸张了啊！你看这冰冻的三文鱼，3块50块钱人民币。我突然间原谅了那家烧烤店，他们卖的一点都不贵。你们看，就这几块和牛，3655。逛完这个土豪超市，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其他国家的那个物价，因为啊，其实水果很多时候在我们国家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觉得他们的水果都这么贵，其他东西肯定更贵。却没有把他们的这个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他们这个可能是特殊种植的水果，也有可能是有机水果。反而呢，海鲜的价格呢就比较正常。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土豪超市它是提供了非常高品质的商品，所以呢它那边的价格会比较高。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被那个机场卖流量卡给坑了，你们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那张流量卡已经上不去网了，然后我临时又在淘宝网上另外又买了一张。还好呢，就是我的手机是国外买的嘛，它可以插 eSIM 卡，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如果你们要来日本啊，你们一定要提前在网上买好就是手机卡。好了，今天晚上呢，我要换一个地方，因为现在是东京的周末，很多人问我东京的青旅多少钱，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可以这么说，周一到周四它的价格可能只有170、200都不到，但是呢，到周末我看了一下，今天晚上价格已经飙到700多，也不是没这个钱，而是觉得太亏了，700多住一个青旅。接下来2天我要开启2天的流浪之旅，就是因为东京周末了。那我准备呢，第1天我们住洗浴中心，第2天呢就住网吧，也做一个网吧难民。终于让我找到了。其实市区有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选到机场附近来了，羽田机场附近。进来浓浓的温泉的味道，硫磺的味道。现在进来了，他给了我这一堆东西，一个是牙刷，然后睡衣，这是明天早上的早餐，还挺好的嘞。进来的时候把鞋子装到这个兜里，然后我现在要去泡澡了，里面就不能拍了。这个是餐厅，现在是晚上的凌晨1点，然后这里有一些冷冻食品的售卖，一份是1000，就是50人民币。还有一些冰淇淋冰棒，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250，就是12块5。饮料也有好多，
这个看起来好好喝。哦，这里面啊，到处都是漫画，就是它很多住的地方都有提供很多漫画看，这里面也都是日文，咱也看不懂。我记得我上中学那会儿吧，可喜欢日本漫画。牛奶一罐卖10块钱，酸奶260，然后我买了一罐酸奶。他们这儿还有收费的休息室，500日元1个晚上，高级的休息室。这上面要安静很多。休息室的卫生间好干净啊！居然是自助餐哦，太棒了！生姜我就拿这么多了，一点蔬菜，一点小菜，还有2个牛角包，一个味噌汤、咖啡、橙汁。现在准备走了，去市区。在日本的浴室停留了1天1个晚上，感觉还可以吧，不能说好，但是就是凑合。东京周末的时候，任何地方都住宿青旅都要700多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250让你住1个晚上，并且还有温泉可以泡可以洗。当然，它这个洗浴中心跟咱们国内完全不能比，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洗浴中心，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到位。就是它虽然是小，但是呢，它细节叠满，你不用带自己的任何东西进去了，里面什么都有。女生那边甚至还有卸妆的、洗脸的，然后沐浴乳、洗发精这些就不用说了，这个是常规配置。然后还有护发精油，甚至于还有面膜等等东西。便利店1杯咖啡，开启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们将去探访东京的贫民区，看一下这个亚洲第1城的贫民区，他们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南千住站，据说这附近啊就是贫民区，还要步行1公里。这个地区呢居住着收入比较低的人，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地区居住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大家能够理解吧？来到这个区后，第一感觉是这里的人比较少，街上走的都没什么人，不像浅草啊、涩谷啊、银座等地。然后呢，也没什么高楼。现在就说一下这个地区为什么会成为贫困的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因为日本的战后啊，它经过了一个经济特别繁荣的时期，然后这里就聚集了大量的日工劳动者，你们可以理解为日结。那随之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那加上这一部分人，老了之后，大家也知道，就是日结的人没有什么保障。就是他们老了之后，可能也面临着养老的问题，所以呢，逐渐的，这个地区呢，就特别多的日本的贫困人口，甚至于啊，这边很多老人是处于那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会睡在公园里什么的。我上次有刷到国外博主拍的视频，就是有一个老人，他是住在旅馆的楼梯间。越靠近贫民区，他们这儿的饮料真的是越来越低了。但是饮料也不一样了，都只有100日元了。其实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很偏啊，它就在市中心浅草的附近，大概离浅草有4站。这里有一个小超市，我们来看看。在贫民区看到了西瓜，真难得。那西瓜卖15块，蔬菜199，就是稍微要比就是正常的区域要低一点点。豆芽菜29，是最便宜的了。这些价格呢，就是百位数乘以5，就是人民币。买泡面的老人，看看这里的便当哦，没打折的时候是在420，就是20块人民币，还有380，就是17、18块吧。刚才在里面看到几个老人，他们大部分啊拿的是泡面、面包什么的，但是一定会拿一罐啤酒，就是饭可以不吃，但是酒一定要喝。这一带乍一看，它跟日本的很多居住的区域是差不多的。其实话说回来，在日本的贫富差距虽然是有哈，也是挺大的，但是他们贫困的人的收入可能相对于我们来讲还算是正常可以的。像居住在这一带的
贫困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因为丧失了劳动力，而且也没有一些保障措施，就是几乎是断了收入来源，只有靠着政府的救济金过日子的。日薪大约是8000到12000日元，约合400到600人民币。但是工作不稳定，每月实际收入约10到1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也就是5000到7500之间。视频前是不是很多人要说了，这收入比我还高？除了这些呢，政府还有一些低保，每人每月大概12到15万元。残疾人和老年年金每月大概6到8万。单纯是靠这个老年年金是足够可以覆盖生活成本的。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住在这附近的廉价旅馆里面。这边廉价旅馆呢，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4到6万元。还有一部分呢会选择露宿，就是住在公园里面；还有一部分呢住在网吧，成为网吧难民。他们还会吃一些免费供餐或者便利店过期食品。在医疗方面，这里的低收入者可以减免70%的医疗费，但是很多人还是放弃治疗。这应该是一个旅馆。步履蹒跚的老人。山谷劳动者福祉会馆。这是一首歌啊！365天的直飞机。人生是一架飞机，载着爱飞翔，所有人都仰望你的自信张开的翅膀。小旅馆，一个晚上是2250，这边还有一家，一个晚上2250，折合人民币也就110块钱。像这种小旅馆啊，它并不是一个房间，它就是有点像青旅，但是没有上下床，就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长条间。咱们还是不叫贫民区了，咱们就叫山谷地区吧。日本有3个贫民区，这个东京的山谷地区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觉得在这边能够弄一个1户建，这里离市区也不远，然后又安静，我觉得挺好的呀。而且整体环境呢也还是挺干净的。东京西侧的山谷地区是繁华背后的另一面，你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的标记，日本政府不愿意让世人知道的地方。这里聚集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工程，建筑工、搬运工、临时工，他们燃烧着自己的体力和岁月，如今经济泛黄，他们老了，被遗忘在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山谷是燃尽了自己推动国家前进的那群人最终沉淀下来的地方。还有一个，我发现它这里的很多店家都是处于一个关门状态，就是可能这些店面也都没有卖出去。理发的费用还不便宜呢，普通调发2000日元。其实如果他们超市的物价，如果光从吃的这一点来看哈，不高。就是如果去菜市场买菜的话，那价格跟咱们国内都差不多。苹果一个199，10块钱。西瓜2000，一个100。西红柿、黄瓜也都是在100-200左右。其实，在日本青菜的价格算是比较高的。我没找到鲜牛肉，找到了冻牛肉，大概接近于1公斤吧，800克1.3斤。是1098，这里是1斤的牛肉，688，牛奶1升的10块钱。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一点都不贵？啤酒跟市区是差不多的。这一罐大罐的10块钱，这个小罐的这个啤酒5块钱。老龄化比较严重，这里的老人特别多，这里的人出行基本是靠自行车为主。我比较少的看到汽车，不过日本的交通是比较方便的，他们用电车就可以到达大部分地方，如果加上自行车辅助就足够了。这边自行车真的特别多，你们看，我在这儿看到了好多通缉犯啊！哎呀妈呀，突然间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停车费24小时是1000，就是人民币的50块钱。那这边讲的是非法乱丢垃圾吧，是要被罚款的。我看翻译一下是不是 ？Hello，how much for one night? For tonight,
And tonight? So we don't have Full? It depends on dates. Weekdays around 4,000 yen. 4,000? 4,000 Japanese yen. But like Friday, Saturdays, over the 5,000. I see a lot of hotel. It's 2,000 here. No hotel. For the,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this is for the tourists. It's not for tourists. No for tourists. Yeah. Just for local. Yeah, for tourists is around 4,000, 5,000. Yeah, 2,000 is very cheap. Just so. for local people. Local people, yeah. The old local people. Yeah, that's why. I see. Thank Yeah, you, thank thank you. you. 这里很多2000的，它就是专门给当地的一些老人居住的。然后呢，就是正常的，如果是给像我这样的一个游客的话，基本上都是在4000、5000左右。是2500，看一下，它就是这样的一小间一小间的。我看到了这个就是1个月，如果住1个晚上是2250，短期不可。就很多人会问了，他们的子女呢？他们的子女怎么不管他们呀？就是他们自己的可能收入也比较低。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这个老年人啊，就是有一种羞耻心，不愿意去麻烦自己的子女，而且大部分子女啊都已经不在这个地方工作，去外面工作去了，所以呢就变成老年人啊，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特别的孤独，重要通缉犯。太可怕了。回来呢，咱们就简单的便利店吃一点。这个是300多日元，这个也是300多日元，这里面加起来30人民币左右。现在咱们去体验日本网吧难民的生活。一般来说，在日本住网吧都是因为赶不上就是终电，就是说他们的最后一班电车，所以呢他们会选择住在网吧，最不意外。但是也有很多人啊，就把网吧当成自己的家。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一下价格，小贵，12小时呢是5000多日元，而且他们到了周末还要另外付20%，也就是说，如果我住12个小时的话，要300多呗。12小时就12小时吧。我看了一下青旅，这个今天晚上最少要400块钱。搞了半天啊，总算搞定了。先是注册成了他的会员，在这自助机上面，然后呢再去预约，然后订了一个房间。第一次开箱网吧，这个网吧还怪好的嘞，你们看一下，一间一间的。第一次住网吧，就是这个空间有点小啊，如果带行李箱过来的话，可能够呛。他们说这个电脑配置不高，就是如果你玩大型游戏的话是玩不了的。我 Windows 已经好多年没用了，先忽略。然后这个显示器的分辨率也并不是太高。中途你是可以外出的，你也可以带东西进来吃，然后里面是禁烟。它虽然说它这里面是一个单独的空间，但是它并不是全部都密封。你们看这边有个小窗，就是外面人还可以看到你里面人在干嘛。能不能躺平？可以躺平。它这个有显示你在这边多少时间，方便你算钱呢。看一下。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视频。来网吧自带电脑的人，你们见过吧？实在操作不来，而且基本只有浏览器可用。垃圾。我们现在去外面看看，这里所有的饮料、冰淇淋、水都是自助的，免费。还是漫画。哎，来，我们瞅瞅卫生间。我怎么感觉这里的设施要比青旅好一点呢？对，日本的卫生间基本都是这个标配。它这里洗澡是要钱的，30分钟330。朋友们，我看到不该看的，这里面有一些辣眼睛的东西。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我觉得我来的这一间网吧有点小，就这没了。我还以为不是说装修有免费的咖喱饭啊，不是有洗衣机，都没看到。再来杯可可。咦，没了，就这么点。它这里面空间啊也比较闷，而且空调开的也不是很足，又没有那个公共空间，就是没有一个很舒服的可以跟你同在青旅的认识的小伙伴一起聊聊天、喝喝茶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就是用来上网，或者是简单说，它就是用来对付一个晚上。还有点不好的是，如果你连续住好几天的话，如果住24小时会非常不划算的。住24小时相当于人民币的600多了。如果你想在这边连续住好几天，就是过来旅行，当做一个酒店来住的话，那你必须要在你早上醒来之后，把你的行李收拾好，然后寄存。昨天晚上睡得还可以，挺好的，也是中间没有醒来过。但是这里的隔音其实不是很好，经常有外面会有人走路啊、开门、关门的声音。总共是8000多日元，这个人民币的话是400多人民币。然后呢，是在12小时的时候，他会结算一下，12小时的费用呢是6000多，那就是如果是12小时的话，那就是300多人民币。我是第一次在日本住宿的时候可以休息到下午1点，但是这里面的空气啊，也比较闷一点，就是如果长期待的肯定不太舒服。如果短期的话，就比如说周末过来过渡一下，还是比较舒服的。如果长期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青旅。